当你看到 SpaceX 准备以 SPCX 挂牌，可能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新股之一，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？我估计很多人不是先去看招股书，也不是先去研究公司收入，而是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：当年特斯拉我已经错过了，英伟达我又错过了，这一次难道我又要错过 SpaceX？这个反应很正常，因为市场最懂得卖给散户的不是一张财务报表，而是一种后悔。你当年没买特斯拉，现在看到马斯克另一间公司要上市，很自然会觉得这是不是人生第二次机会？但是今天我想先把话讲清楚，我不是来叫你买 SpaceX，也不是来叫你不要买。今天这条影片我会把这个故事拆开给你看，到底市场在兴奋什么？如果你真的很相信马斯克，你到底应该看特斯拉还是等 SpaceX？因为很多人最后不是输在看错大方向，而是输在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在最多人兴奋、最多人转发、最多人怕错过的那一天，买在一个很差的位置。以下内容只做教育和研究分享，不是个人投资建议。真正做任何买卖之前，一定要按自己的资金、风险承受能力和交易计划去决定。先把最新进度讲清楚。SpaceX 官方文件显示，这次计划公开发售 A 类普通股，预期新股发售价是每股$135，股票代号是 SPCX，申请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和 Nasdaq Texas 挂牌。欧盟招股书里面也写到，交易预期在2026年6月12日前后开始。这里有两个字要注意，预期。新股上市不是你看到日期就等于一定成交，最后仍然要看定价、承销安排、交易所安排以及正式挂牌那一天的市场状况。形式上，它不是借壳，也不是普通人常说的空壳合并，而是传统的新股公开发售，公司发 A 类股，承销商定价，然后挂牌交易。对散户来说，真正问题不是懂不懂这些名词，而是你到底能不能参与。根据报道，承销商被告知不要接受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新股认购订单。这句话要讲准一点，它指的是新股认购阶段，不等于说上市之后所有二级市场交易永远都不能做。到时候你的券商能不能交易，是不是有地域限制，是不是有产品限制，还是要以券商和交易所安排为准。所以散户第一个现实答案是你未必能抽到 IPO， 第二个现实答案是就算上市后能买，你面对的也不是一间普通公司，而是一只全世界都盯着看的超高热度新股，这才是风险所在。不是 SpaceX 没有故事，而是故事太大，大到很多人会忘记自己其实是在做一笔交易。如果你只把 SpaceX 想成发射火箭的公司，你会看漏市场真正兴奋的地方。特斯拉比较像马斯克在地上的入口，电动车、自动驾驶、Robotaxi、机械人，全部都是地面世界的应用。SpaceX 就像马斯克在天上的入口，火箭、Starlink、卫星网络、全球连接，甚至未来有可能延伸到太空中的 AI 运算。这就是为什么 SpaceX 上市会令人这么兴奋。我们之前的影片也讲过，市场不是只在买火箭，它是在想象一条新的基建路线。以前我们讲 AI，第一反应是晶片、数据中心、电力、散热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地球上的电力不够，土地不够，散热成本太高，有没有可能把一部分运算搬到太空？听起来很科幻，但这正正是现在市场在炒的方向。太空有太阳能，有卫星网络，有低地球轨道，有通讯需求，也有军事和国家安全需求。当 AI 对算力的胃口越来越大，市场自然会开始想，下一代数据中心会不会不只在地上，也在天上？所以 SpaceX 不只是把东西送上太空，它有可能变成把生意送上太空的基础设施公司。当然，这里面有很多不确定。太空数据中心不是明天就可以成熟赚大钱，发射成本、维修难度、太空碎片、晶片寿命、散热和通讯都不是小问题。所以你不能因为故事很大就当成风险很小，但你也不能完全忽略它，因为资本市场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一开始听起来很疯，后来慢慢变成产业方向的故事。特斯拉当年也是这样，英伟达的 AI 故事也是这样，分别在于故事是真的，不代表每一个买入点都值得追。那你可能会问 ，Google 自己也在研究太空算力，它到底是不是 SpaceX 的对手？老实说，如果只看最新这单交易，短期内很难把 Google 说成 SpaceX 的对手，因为 Google 已经不是旁边看戏的人，它直接变成了 SpaceX 的大客户。根据 SpaceX 向 SEC 提交的文件，Google 和 SpaceX 签了一份大型 AI 算力采购协议，从2026年10月到2029年6月，Google 每个月会支付大约9.2亿美元。取得约11万颗 NVIDIA GPU 以及相关 CPU 记忆体和其他算力资源。
整份协议算下来接近300亿美元。所以这件事的第一层意思很简单 ，Google 现在不是来打 SpaceX 的，它是来买东西的，而且不是小买，是每个月9.2亿美元这种级别的买。但这里要小心，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。Google 这次买的是 AI 算力，不是太空算力。也就是说，公开资料讲的是它向 SpaceX 采购算力资源，并不是说 Google 已经向 SpaceX 购买太空中的 AI 数据中心服务。另一边，Google 自己的捕日者计划也是真的。Google 官方说，它正在研究把 TPU AI 晶片放到太阳能卫星上，再用卫星之间的光学连接，去探索未来能不能在太空建立一个机器学习运算网络。它还计划和 Planet 合作，在2027年初发射2颗原型卫星做测试。Google Cloud 也和 Reorbit 合作过 Space Cloud， 方向包括安全数据传输、在轨处理和 AI 运算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一句是对手或者不是对手就能讲完的事。短期来看， Google 是 SpaceX 的客户 ，SpaceX 有算力 ，Google 有需求，双方做生意很合理。但长期来看， Google 仍然可能在某些地方和 SpaceX 竞争。Google 有 AI、云端、TPU 和系统设计能力。SpaceX 有火箭、Starlink 卫星网络，现在还加上 AI 算力基础设施。未来如果大家都往 AI 基础设施、太空数据中心、卫星云服务这些方向走，重叠的地方自然会变多。所以我的看法是 ，Google 和 SpaceX 不是单纯的敌人，也不是永远绑在一起的盟友，他们现在是合作，未来可能局部竞争。科技巨头之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今天你买我的服务，明天我可能在另一个市场跟你抢生意。对投资者来说，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 Google 到底是不是 SpaceX 的敌人，而是 SpaceX 的故事正在变大。以前大家讲 SpaceX 想到的是火箭、Starlink、低轨卫星，现在他开始把自己讲成 AI 算力、基础设施公司。Google 这张大订单刚好帮他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有说服力。但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故事越大，估值越容易被推高。你越兴奋，就越要问自己，这些好消息到底已经反映在价格里面多少？如果上市第一天，市场已经把未来10年的想象都炒进去了，那你买的可能就不是 SpaceX 的未来，而是市场情绪最热的那一刻。那我们作为普通散户，现在最实际的问题是，我到底怎样参与？第一，如果你想抽新股认购，先不要假设自己一定有资格。前面提到，报道指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在认购阶段可能受到限制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去群组问别人能不能抽，而是直接看你自己的券商公告。第二，如果你抽不到 IPO，不代表你一定完全没有机会。真正挂牌之后，如果你的券商允许交易，你可能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，抽新股是认购分配，上市后是市场交易。上市后你买到的价格可能已经比发售价高很多，也可能波动非常大。第三，对我的交易框架来说，新股上市第一日最麻烦的地方是没有完整图表，没有足够图表，你就很难知道哪里是低风险买点，哪里是市场真正愿意承接的位置。所以，如果 SPCX 真的开始交易，我会先看3件事：第一，开盘价在哪里，和135美元发售价差距有多大；第二，第一日高位和低位在哪里，因为那会变成市场第一组重要参考位；第三，第二日、第3日能不能守住第一日的重要区间，成交量是继续放大，还是热度快速冷却。如果它第一日大涨，你不用急着证明自己很勇敢，你可以等它第一次回调，看看有没有承接。你可以等它横行几天，看看会不会形成第一个小平台。你也可以等它突破第一日高位的时候，成交量有没有配合。真正成熟的交易不是一定要第一日冲进去，很多时候第一日最兴奋的人未必是最后赚钱的人。那如果我真的很认可马斯克的商业蓝图，我应该买特斯拉还是买 SpaceX？ 先记住，特斯拉不是 SpaceX， 你买特斯拉不会自动变成 SpaceX 股东，你持有特斯拉也不代表 SpaceX 上市会派股票给你，这2家是不同公司，只是背后都有马斯克。如果你买特斯拉，你买的是电动车、自动驾驶、Robotaxi、能源、机械人，还有市场，怎样重新定义特斯拉这间公司。如果你买 SpaceX， 你买的是火箭、Starlink、卫星网络、发射成本、太空基建，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太空算力。2个故事有关联，但不是同一笔交易。从交易角度看，特斯拉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已经上市多年，有完整图表，有成交量，有支持阻力，有历史价格行为。你可以看它是强是弱，可以看它有没有突破，可以看它跌穿哪里要走。
SpaceX 如果刚上市，最大问题就是热度高，但图表短，你未必知道真正的机构成本在哪里，也未必知道散户情绪会怎样释放，所以它可能有很大机会，也可能有很大波动。所以答案不是哪一只一定比较好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如果你想交易一张已经有图表、有流动性、有明确关键位的股票，特斯拉可能比较容易用技术框架处理。如果你想参与 SpaceX 这个新故事，那你要接受新股波动、估值不确定、初期图表不足，以及可能买不到最理想位置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是你买不到 SpaceX，就用特斯拉来安慰自己，或者你想买特斯拉，却用 SpaceX 的故事说服自己。这样你不是在做交易，你是在用一个故事替另一个故事找借口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其实你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假设 SPCX 上市第一日涨30%，你会不会追？如果它第二日跌20%，你敢不敢买？如果你两个答案都只是靠感觉，那你缺的不是更多 SpaceX 新闻，你缺的是一套交易规则。你要知道强势股怎样看，要知道突破是真是假，要知道回调是机会还是陷阱，也要知道自己错了要在哪里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热门题材不是不能做，但你不能用热门题材取代交易系统。如果你想学这一套方法，我们有一堂60分钟的免费银市技术公益课，它不是报名牌，不是叫你买 SpaceX，也不是叫你追任何热门股，它是教你怎样从题材走到股票，从股票走到图表，从图表走到买入点、止损位和风险回报。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链接报名。尤其是你经常看到热门股就心动，但每次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追，跌了又不知道应不应该走，这堂课会很适合你。最后总结一下，SpaceX 上市之所以吸引，不只是因为它是马斯克的公司，而是因为它把火箭、Starlink、卫星网络、AI 算力和未来基建全部连在一起。这是一个想象空间非常大的故事。如果 AI 的下一个瓶颈是电力和算力，那太空会不会变成新的数据中心？Google 的捕日者计划，它和 Planet 准备测试的原型卫星 Reorbit 和 Google Cloud 合作的 Space Cloud 都说明，太空算力不是马斯克一个人的幻想。更重要的是， Google 还向 SpaceX 签下接近300亿美元的 AI 算力采购协议。这笔交易不是太空算力，但它说明一件事， AI 算力需求已经大到连 Google 都要向外部买资源，而 SpaceX 正在把自己从火箭和 Starlink 公司延伸成 AI 基础设施公司。但对散户来说，故事越大越要冷静，买不到 IPO 不要急着乱找替代品，想买 Tesla 也不要假装自己买到了 SpaceX。你可以相信马斯克的长线想象，但是真正落单之前，你要先知道自己买的是哪一间公司、哪一张图、哪一个买点，以及如果你错了，在哪里离场。等 SPCX 真正挂牌之后，我会再用它第一日和第二日的实际图表和大家拆一次，到底是可以追还是要等，哪一个位置才比较像低风险买点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化的讲给你听，也请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